大家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做了一个视频，是讲关于如何免费让人协助帮你开通香港银行卡，以及开通香港港股券商账户啊。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准备好的话，我不建议你直接去开啊。如果说你准备好了啊，那么你可以开啊。顺便提醒一下啊，基本上的话都是要过香港开户的啊，协助的话肯定是过香港的啊。那如果说没有去香港的话，你在内地开的话，基本上这种银行啊都要求存钱啊。当然我听说是深圳那边好像不需要存钱啊。那深圳的话跟香港说实话没什么区别了啊，你过港也方便了啊。那如果说在内地的话，我觉得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有这些存钱的啊。那你可以问问建设银行啊、工商银行啊，自己去问一下。那首先的话，无论是美股还是港股啊，都需要一张海外银行卡。我觉得啊，优先来说，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美国的，没有美国签证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开个香港银行账户就行了啊。因为香港的话，基本上也不会说因为签证问题你去不了吧，拒港的现象是很少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办个香港银行卡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。因为美国银行卡的话，其实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，如果说出问题的话，很多时候你这个钱如果万一被冻结的话，你要去州政府去领取啊，那到时候如果去不了的话，不是麻烦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话题不展开了，我今天想介绍一下，之前我说过盈透证券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啊。其实很多人在下面说啊，那个说我批评错误啊，或者怎么样子，其实我批评的就是一点啊，我其实也不算批评了，我就是说呢，吐槽一点啊。现在美国那边券商基本上都是免佣了，那盈透证券它就是因为牌子大，老牌啊，老牌让别人信任，或者说它上市公司，所以说它还在收佣金啊，就这一点啊。那我其实他的话没有说过盈透证券任何坏话啊，那我说的事实嘛，但是它是收费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了，现在如果说你一个没有 SSN 的人啊，又想开到美国本土证券账户很难。那今天我就介绍一个啊，现在我的图片的话，什么图片呢？我只是想展示这家券商啊给我寄的邮件啊，邮件是从哪里发的呢？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司叫 APEX 啊，这是什么公司呢？清算公司啊。说白了呢，就是说呢，当我的地址发生变更之后啊，他就会给我发一封信啊，确认我的地址是否真的已经变更了，让我确认一下。那我觉得这种明显就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券商公司啊，不会乱来，对吧？最关键啊，这家公司第一个免佣啊，这点是盈透没法比的吧？第二个，美国本土券商啊，这个跟盈透一样，是不是？第三个，它允许你非美国纳税人啊，没有美国绿卡的人也可以开啊。有些的话，你看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叫罗宾汉嘛，那个罗宾汉的话只允许美国有美国纳税人，有美国 SSN 的人才可以开户啊。所以说呢，用不了，那你只能用这家，对不对？这家我是在用的呀。你看这边有5封信，这5封信呢，说明了它是从美国发出来的啊。如果说你开这种套用券商的话，基本上这种信我觉得也很难拿啊。我只想说这个是本土券商啊，证明这一点。那么信里面说什么呢？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账户啊。你看这个5436是尾号的账户，然后呢，他说这个验证啊，地址被更改怎么回事呢？是因为按照美国规定吧，其实你这个券商里面的个人资料是要更新的。那么更新呢，有些人说，我今年住的地方跟去年住的地方是一样的啊。其实有个地方你必须更新，里面有工作年限，比如说你在个地方什么工作啊几年了，你去年是工作年限是6年，今年是必须7年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改。上次我改的时候呢，我不小心把我现在住址改成我身份证上地址了，结果这封信寄到我身份证上地址，那边呢还打电话给我啊，让我去领取这个信啊，还托人把我带过来啊，那就这个意思啊。那说明这封信呢，只是说明这个公司还是个负责任的公司啊，还是按照正规走美国的法律来的。每天啊，基本上如果说我有交易的话，他次日会把一个日结单给我啊，发电子邮件。那么我的希望，说实话，就是这种纸质信件啊，我还不如这种邮件来方便啊。但是它呢，必须按照这种规则来啊，那就说明它正规嘛。那我给大家再看这个背面啊，这边有4封啊，4封怎么来的呢？就是疫情期间嘛。其实这个券商我用了好多年了，已经用了好多年了。这个券商你看看他寄过来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，这边还提示了目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啊。我当时开这封信都不敢开，甚至我很担心啊，当时这封信寄过来之后，我会不会被黄码？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啊，我只想说说明这个券商呢是一个
完完全全美国本土券商啊。那么这个券商怎么找呢？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打开 Mr.41，这边有个内地居民美股免佣开户啊，点进来之后，这边有个链接自达，你可以直接开户啊，通过我的链接，内地居民免佣且美国本土券商，这个链接其实我放了很久了啊，支持 ACH 出入金啊，中英文客户啊，这个都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啊。ACH 呢，说实话是要美国银行卡，如果说你没有美国银行卡的话，你用港卡也是可以的啊。那汇款呢走 TT。我再说一些注意事项啊。首先第一点的话，如果说你没有准备好开户的话，我建议你不要点那个链接啊。我不像别人，有些人他让你直接去开户啊。为什么不要去点那个链接呢？你点的那个链接点了之后，如果说你开了之后没有入金的话，那你下次没法享受这些奖励和优惠了，明白吗？如果说你准备好了之后，你再去开不迟的，它还是会在的。那么先生说啊，这个入金要多少钱呢？其实的话，我建议你入金金额大于至少3050美金，明白吗？为什么呢？如果说低于2500美金的话，那么你会被收取行情费，这个行情费是原本就要收的，只是这个券商呢，因为你入金多了，人家为了拉新客户啊，所以说呢，他帮你免除了，是他们贴钱在帮你免除了，明白吗？是本身要收行情费的。还有为什么要3050呢？不是3000呢？3000的话刚好可以拿到这个40块的美金的奖励，但是多50美金是为什么？为了保证这个手续费扣除之后你还是大于3000，那这样的话你不要到时候差了几块钱，你这边差了20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说你钱多的话，你当然越多存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存10万美金的话可以拿400啊。这个的它下面有个说啊，现金奖励180天内不能提现或转出啊，明白吗？就是说他们说实话希望你这个客户就是留存下来啊，但是如果说你存进去的话，你不交易没关系啊，你只要你把这个钱去用掉买股票也行，明白吗？你直接买那个阿里巴巴也行嘛。另外一点吧，我再说清楚啊，是零佣金炒美股，但是他没有说零佣金炒期权。这边的话，它是有股票期权 IPO， 期权是要收费的啊。只能说零佣金方式交易在美上市的股票和 ETF， 没有说期权啊。所以说很多人说被坑了，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看清楚嘛。那人家这个免佣券商的话，怎么赚钱呢？靠，要么有些人他炒期权啊赚他的佣金，要么就是他融资买股票啊，融资买 ETF 啊，要么做空啊，这种的话融资的就贷款了，明白吧？这种时候他要赚的钱，他的情况的话，比如说你们买正股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赚你的佣金的，明白吧？所以呢，总而言之啊，如果说你要准备好开户了，有港卡了之后，你想炒美股啊，走这家免佣券商的话，你可以开户啊，通过 Mr41.com 去开户啊。这样的话，我还可以获得一些奖励，那么你也可以获得奖励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冲突的啊。甚至说你开户成功之后，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，你朋友通过你的链接开户的话，你也有获得相应的奖励啊，明白了吗？